高志成當着整個企劃部的面，刪掉企劃書上我的名字，抱着那份新品方案走上發布舞台。4個月的市場訪談、樣品修改和成本表，全被他一句“主管統籌”收進自己的掌聲裡。許安琪把解約文件和保密協議推來，要我承認私帶資料，我直接把協議撕成2半。我抱着紙箱走出盛美時，業界群組已傳遍我洩密被開除的消息，連面試電話都停了。雨水衝過停車場，一隻銀色保溫杯從垃圾車旁滾到我鞋邊，杯身還貼着報廢標籤。我剛把它撿起來，眼前竟浮出金色文字：目前42分，最高潛力98分。我以為是失眠造成的幻覺，換摸紙箱和雨傘，數字卻隨不同物件不停變化。我按開杯蓋，雙手操作很笨，杯膽和保溫層卻都完整，報廢原因只在使用方式。我想起車站裡一手拿早餐，一手看手機的人，若能單手推開，這杯子就不該進垃圾場。倉管說3000個杯子下午全送去處理，誰想接手就得連運費和尾款一起扛。我賬戶只剩12萬元，卻仍先拍下報廢清單、序號和處理通知，避免日後再被奪走。垃圾車剛發動，我衝到車頭前攔住司機，說這3000個杯子我全部買下。倉庫主管把轉讓協議攤在鐵桌上，10萬元定金今天付，剩餘尾款7天內結清。我簽下名字時手心全是汗，因為付完定金，我連下個月房租都不一定拿得出來。4家模具廠聽見盛美的名字就拒絕接單，還有人勸我趁早把杯子當廢鐵賣掉。我找到成交停工的小廠，陳柏森拆開杯蓋，說不用重開整模，只要加矽膠扣環和推片。每個改造成本6元，杯蓋能單手前推，反手鎖住，舊模具也能繼續使用。我帶着樣品站在早高峰車站，記下通勤者空不出第2隻手、杯子塞不進側袋等問題。回廠後，我把杯身做窄，指套改成通勤尺寸，連說明也只留3個動作。金色數字從76、89一路升到98，我終於確定它只指出方向，不替我做完產品。我把價格從199試到239，後者反而讓測試者更相信保溫和耐用。指套印上，來不及吃早餐，也別忘了喝水。第一批樣品總算能拿去見人。我沒有店面和平台，只能把杯子寄給小直播主唐小米，附上一句別客氣，直接摔。唐小米開播第一件事就是把裝滿熱水的杯子倒扣在白紙上，10分鐘後紙面仍然乾。他又把杯子塞進通勤包，戴手套單手開蓋，最後用溫度計量出6小時後仍有68度。直播間原本只有幾百人，測試做完後人數迅速破萬，第一批300個連結瞬間售罄。我沒有趁熱開無限預售，而是把每人限購2個，避免工廠被突然爆量拖垮。第2批500個剛補上就被搶光，留言都在問普通人什麼時候能買到下一批。我盯着後台庫存一格格歸零，2小時47分，3000個杯子全部售罄。銷售額71萬7千元，扣掉平台、分成和生產成本，淨利28萬元。我先把尾款和工資轉進陳柏森的賬戶，老工人收到欠了2個月的錢，才真正笑出來。盛美法務要求平台下架，我立刻公開庫存轉讓書、付款記錄和杯蓋改造日期。平台確認商品合法，警告函失效。高志成隨後打來，說願意讓我回去做副主管。我回他，我不替別人做報款了。掛斷電話，看着第一批真正署名屬於我的訂單。補貨剛開始，原本供應矽膠扣環的廠商就通知我，3個月產能已被盛美全部包下。當晚，高志成在大主播直播間推出159元的都市單手杯，外形幾乎照搬我的設計。2萬個杯子首日售罄，留言全在嘲笑我的價格高，
還說大公司才有能力做好售後。我摸過買回來的仿品，金色數字顯示首銷很高，退貨風險也高得刺眼。盛美把矽膠扣環換成廉價塑膠卡榫，剛開幾十次沒問題，長期使用卻會慢慢變形。我沒有直接罵他們偷工減料，而是買20個樣品，逐一做500、1000和2000次開盒。500次後2個鬆動，800次開始連續失效，1000次後大半卡榫已鎖不緊。我只公開自己的2000次耐用標準和完整測試，並暫停預售，不拿未驗證零件冒險。10天後，有顧客的杯蓋在包裡彈開，熱咖啡泡壞筆電，類似影片很快接連出現。盛美退貨超過8000件，被迫召回整批產品，高製程卻把責任推給使用者操作不當。新扣環供應商主動找上我，說願意保留產能，但所有產品設計必須由我本人簽名。我在包裝背面第一次正式印上商品企劃林若晴，那行字比售罄數字更讓我安心。成美的仿品被召回，我拿到1萬杯新訂單，也終於有了第一個不能被主管刪掉的署名。杯子穩定出貨後，我在清倉廠摸到一組大型金屬架，現在只有30分，拆分後卻能超過90。180公分的大架不適合租屋，我把立柱切斷，鐵板、滑輪和扣件全部重新編組。同一批零件可以變成床邊架、桌下推車和洗衣機側架，搬家時不必整件丟掉。平台採購周凱文要求我一次交1萬套，才肯給家具首頁和大型曝光資源。我算過工廠產能後拒絕，只答應先做5000套，並要求商品放進需求更精準的搬家頁面。周凱文不理解我為何放棄首頁，我說流量再大，交不出貨也只會換來退款。租屋博主用3分鐘把床邊架改成廚房推車，免工具扣件的效果比任何廣告都直觀。首批5000套第5天售罄，退貨率低到平台主動調高評級。周凱文親自到老工廠，把3萬套追加訂單放在陳柏森面前。陳柏森卻沒有只談代工費，而是提出工廠參與分成，共同決定產品怎麼做。我接過合作協議，知道自己第一次有機會把供應商變成真正的夥伴。連續2次成功後，我在供應商倉庫摸到桌面暖風機，金色數字高達95分。我把通勤杯和家具賺來的錢幾乎全押上，一口氣買下2萬台，投入超過200萬元。9月上架第一天只賣103台，第二天87台，之後一路掉到41台。我降價、送配件、換直播話術，95分始終沒變，銷量卻沒有任何起色。倉庫堆滿紙箱，我終於承認自己把潛力當成了現在就會發生的答案。天氣還沒冷，顧客根本沒有購買理由，再高的分數也不能替季節提早到來。我關掉所有廣告，停止繼續補貨，親自向供應商說明誤判，並要求延長尾款。陳柏森提出抵押工廠替我周轉，我拒絕把自己的錯變成工人的房產風險。我用後續收入擔保利息，簽下延期條件，賬上現金跌到15萬元以下。就在資金最低時，許安琪向供應商發出斷單警告，要求所有人停止替我供貨。盛美又拿出專利舉報，平台暫時下架通勤杯、家具和乾燥相關商品。我站在2萬台暖風機前，第一次真正明白，金色數字從來不保證我不會失敗。商品下架後，2000筆退款同時湧入，矽膠、紙箱、零件和物流合作接連終止。平台審查桌上出現一份建立人寫着高製程的早期設計圖，日期比我的公開記錄還早。我知道那份日期被改過，卻暫時拿不出能讓平台立即恢復商品的完整證據。工廠賬戶只剩47000元，工資和材料款擺在同一張表上，哪一筆都不能假裝不存在。我把賬目貼在牆上，
向工人說明只能先發半薪，也不會用工廠抵押替品牌續命。17名工人戴走安全帽離開，11個人留在產線旁，說願意等我找出下一個辦法。陳柏森再次提到貸款，我當着所有人的面拒絕，欠下的工資由我個人承擔。我走進倉庫，眼前只剩金屬桿、塑膠板、滑輪和拆不出去的暖風機模組。每件零件單獨只有20-30分，搬到同一張桌上後，金色提示卻突然跳到91分。我反覆換位置和接口，發現能力開始顯示多件材料組合後的可能，不再只看單品。盛美拿走了外部供應鏈，而我手裡只剩11個人和一倉庫廢料，這反而成了新的起點。我先拆開50台完整暖風機，把外殼、加熱片、風扇和控制板分開擺滿工作台。陳柏森看得心疼，提醒我冬天或許還能賣，我卻不能再用未來可能性拖欠今天的工資。金屬桿搭成窄架，底部裝低功率風扇，塑膠板接水，滑輪讓整組能推進小浴室。昂貴的濕度感應被我取消，改成20、40、60分鐘3段定時，價格立刻降下來。連續降雨讓乾衣搜尋量暴增，我把樣品送去洗衣店、學生宿舍和月子中心實測。洗衣店3天後先訂20台，宿舍影片又帶來300多筆詢問。唐小米不做漂亮展示，直接掛上濕衣、量號墊，再讓直播間的人看架子能不能收進牆角。首周賣出1200套，線下取貨和小額轉賬終於讓工廠重新有現金。我先補發拖欠工資，再把所有零件依尺寸、承重和可組合方式重新編號。那批曾壓垮我的暖風機不再只是整機，而是風扇、控制板和加熱模組的庫存。高志成派人買走前衣架，以為這就是我最後一張翻身牌。乾衣架出貨突破5000套，工廠2樓停了幾個月的產線重新亮起燈。我把桌板、金屬桿、滑輪和連接件全部改成統一尺寸，讓零件能跨商品反覆使用。同一根金屬桿今天是乾衣架支柱，明天也能接床邊桌或推車，不必每款重開模具。陳柏森帶着工人做承重和拆裝測試，我則把每次失效的位置都記進版本表。平台看見實際出貨和低退貨後，恢復通勤被銷售，也願意重新審查搬家家具。工廠現金流穩住，原本離開的人開始詢問是否還能回來。陳柏森把一份工廠30%股份協議放到我面前，說他不想只收代工費。我沒有白拿，反把新品牌15%股份交給工廠，讓生產端也有決策權。2份協議同時簽下後，我們不再是隨時能被取消的甲方和乙方。未公開模組開始分組保存，完整資料只留在不聯網的電腦裡。陳美買走乾衣架樣品，卻不知道那只是統一接口的第一個入口。我們的老工廠從停工邊緣活了過來，也第一次有了不靠盛美訂單的產線。我以為最難的供應鏈封鎖已被打開，卻不知道高志成正把手伸向內部圖紙。網路突然出現乾衣架起火、倒塌的影片，賬號都聲稱售後找不到人。影片裡的外形和我們相似，但火勢太快，我第一眼就懷疑內部不是低功率風扇。我公開5000多件產品序號、功率和檢測報告，承諾任何顧客都能免費回廠檢查。42件申請品逐台拆測，沒有一件出現功率超標、輪架鬆動或線路異常。唐小米追查發文賬號，發現多個賬號都曾接過盛美推廣公司的任務。技術博主逐格放大起火畫面，指出裡面裝的是另一型高功率加熱器。我們把正品結構與影片零件並排，差異清楚到普通顧客也能看懂。恐慌留言開始轉向質疑造假，平台也把相關影片列入調查。我沒有因此關閉資料，而是把序號查詢和免費檢測保留成長期售後。
這場假負評沒有摧毀前一架，反而讓公開測試成了品牌的一部分。就在大家鬆口氣時，工廠就伺服器卻出現一筆從未登記的夜間登入。發薪日前，臨時繪圖員突然失聯，他的座位只剩一個未關的空文件夾。技術人員查到，就伺服器被外部登入，半年內的第一代圖紙遭到整批下載。3天後，高志成在大型發布會上展示自在租屋系列，接口和外觀都像工廠早期樣品。盛美提前申請外觀專利，宣布10萬套備貨，300家賣場同時鋪貨。預售首日突破2萬套，媒體把高志成重新捧成能連做爆款的主管。工人看到舞台上的模組櫃，全都以為我們半年成果被一口氣拿光。我先比對被下載檔案的時間，確認那批資料停在3個月前。第一代接口需要螺絲固定，承重低，也沒有後續模組的共用環。我打開離線電腦，27種模組和6套空間組合仍完整保存在裡面。高志成偷到的是我們已淘汰的版本，卻已經把10萬套資金壓進生產。我要求所有人暫時不要公開差異，先讓對方按自己的承諾完成交貨。盛美看似搶走整個市場，我則把真正版本鎖在離線電腦裡，等它通過最後測試。盛美的10萬套產品很快鋪滿300家賣場，預售數字每天都在上升。媒體說我的成功只是運氣，真正能做系統商品的人是大公司。工廠裡有人停下模具，陳柏森也問我，半年努力是不是已被全部拿走？我承認對方拿到全部舊圖，這句話讓車間一下安靜的只剩風扇聲。接着我把第一代接口和線型固定環放到桌上，讓大家親手測量尺寸。新版承重高出3成，旋轉就能鎖定，還能連接尚未公開的乾燥和收納模組。唐小米催我立刻直播，至少先證明盛美偷的是舊版，不要再讓輿論一面倒。我看着安全測試表，仍有7天循環承重沒有完成，現在發布只會拿顧客當試驗。跟着你搬家人在專利爭議中，品牌資金剛止血，任何延誤都可能再把工廠拖回低谷。我也懷疑自己是不是等得太久，甚至想過刪掉最後一輪測試。但暖風機的教訓就在倉庫裡，高分和搶先都不能替我承擔出事後的責任。我把發布日期寫在白板上，只說再等7天，完成後再一次把全部系統交出去。盛美在外面向已經全面勝利，我們則守着沒人看見的完整版本繼續測試。這7天裡，我沒有任何能證明等待正確的結果，只能先把每一項風險做完。工廠被分成幾個小組，桌板、支架、滑輪、收納和乾燥模組同時進行最後測試。固定環插入後，只要旋轉就能鎖住，不需要6角工具，也不必拆10幾顆螺絲。我們把27種模組全部排開，反覆組成6種不同空間，確認接口不會互相衝突。周凱文帶平台技術團隊到場，逐項測承重、拆裝次數、包裝和交付時間。他們把房間長寬輸入系統，畫面立刻生成書房、廚房和兒童房的配置。每個配置不只顯示效果，也直接列出需要的模組、價格和可替換零件。我把暖風機拆下的風扇與控制板裝進浴室乾燥模組，再做防水和過熱測試。曾經賣不動的庫存終於成為整套系統的一部分，而不是被硬塞回原商品。安全測試最後一格轉綠時，車間沒有歡呼，所有人只是長長吐了一口氣。首批3萬組的生產和分揀流程同步鎖定，發布會不再只是概念展示。發布前夜，平台卻傳來消息，盛美第一批交貨已開始出現安裝問題。盛美顧客拿着6角工具拆10幾顆螺絲，仍無法順利把玄關架改成推車。有人轉彎時輪子直接脫落，堆高的櫃體也在隔天傾倒。
第一代接口承重不足，安裝物差異累積，原本在展台上穩定的櫃子就開始變形。高志成開直播，先怪顧客沒看說明書，再承諾舊品一定能接未來新配件。我們把聖美接口和新版固定環放大對比，尺寸根本不同，連最基本的卡位都接不上。退貨申請和客服截圖快速增加，聖美卻要求先換貨，不肯承認設計版本已過時。我沒有借機說風涼話，只把每一項公開問題記進自己的售後檢查表。我們等待正式交貨驗證，就是不想用預告和猜測替代顧客真實使用。2萬套先發訂單開始變成倉庫壓力，10萬套備貨也無法低成本更換接口。高志成仍在直播裡保證能升級，而他的承諾已被2種不同尺寸當場拆穿。同一時間，工廠10坪樣品套房的燈光亮起，我的完整系統正式準備公開。發布會沒有明星，只有一間10坪套房和同一批桌板、支架、滑輪與收納件。我先按上班族需求，15分鐘組出移動書桌、窄衣架和床底化妝推車。接着換成育兒場景，同樣零件被重組成尿布台、嬰兒架和床邊櫃。最後我把所有模組拆下，12分鐘裝進2隻箱子，模擬一次真正搬家。直播人數從5萬升到30萬，觀看直播的人第一次看見商品不是固定成品，而是一套長期工具。平台空間模擬同步開放，輸入房間尺寸就能取得配置和購物清單。首批3萬組允許自由選配，10分鐘5000單，1小時突破2萬組。唐小米在直播裡照樣指出缺點，選配較複雜，第一次下單需要多花幾分鐘。這句實話反而讓顧客更安心，因為我們沒有再用一張漂亮圖片掩蓋使用成本。聖美緊急宣稱舊櫃能升級，新配件卻連接口都裝不上。退貨要求迅速擴大，10萬套不能升級的庫存從資產變成沉重負債。我終於明白，真正的爆款不是賣掉一件東西，而是讓產品能陪人繼續生活。自在生活出貨後，我把原暖風機的風扇和控制板正式納入浴室乾燥模組。倉庫裡2萬台整機逐步被拆解，數量隨乾衣和乾燥配件出貨慢慢下降。95分的金字仍會浮現，但我已不再把它當成現在就該重壓的命令。產品會議上，我把95分寫在白板中央，旁邊補上時機、需求、風險和責任。任何新品都必須同時回答這4項，單靠最高潛力不能通過採購。有人建議把剩餘暖風機趁品牌熱度一次全推上市，我直接否決。真正入冬後可以小批測試，現在清掉庫存只是把舊錯誤換一種方式重演。我接受那200萬元誤判不會消失，只能透過拆解、延後和重新利用慢慢回收。能力替我照亮可能，卻不會替顧客承受風險，也不會替工人補發薪水。這套原則寫進產品流程後，我才真正不再被金色數字牽着走。產品端已由我們掌握，聖美剩下的門市、物流和債務成了新的決勝點。聖美退貨超過4萬套，代工廠和物流陸續停服務，欠款通知堆滿會議桌。失聯的臨時繪圖員終於出面，交出高志成50萬元收買約定和通訊記錄。伺服器下載時間、被修改的設計版本與外觀專利日期，完整對上他的指示。唐小米追到的推廣公司也交出合約，上面明寫製造期貨、倒塌和售後失聯內容。費用被偽裝成市場調查，許安琪則把退貨改列換貨，提前認列不存在的營收。我沒有只等訴訟，而是逐家拜訪被聖美拖欠的工廠和供應商。我提出60%現金收購部分債權，剩餘欠款轉為未來合作權和分紅。有供應商不相信我能接住爛賬，我便把平台訂單、產能和重整風險全部攤開。1個月內，
加入聯盟的供應商債權超過40%，周凱文也協調平台融資支持。銀行把重整會議文件交到我手中，通知我以主要投資方身份進入盛美董事會。曾被供應鏈封殺的我，終於靠供應商共同的欠款，拿到走回那間公司的合法位置。我再次走進盛美會議室時，高志成坐在原來的位置，第一具人事質疑我沒有資格。銀行代表把主要投資方文件放上桌，說我是40%以上債權聯盟的正式代表。財務審查投上大熒幕，提前認列營收、隱藏退貨和近2億元額外負債全部曝光。許安琪說那只是短期週轉，卻解釋不了為何虛假數字被拿去申請新貸款。我提出重整方案，保留有價值門市、物流和員工，停止錯誤庫存，重新處理供應欠款。供應商可把剩餘債權轉成股份，歷年被刪除的設計者姓名和獎金也要補回。10萬套舊櫃不再硬賣，全部進入回收、轉接和維修方案，避免顧客承擔公司錯誤。董事逐項投票，重整案在銀行、供應商和投資方支持下正式通過。我坐上主位，先解除許安琪的副總職務和所有財務權限。接着我解除高志成的企劃主管職務，要求保全收回門卡與系統賬號。他指着牆上的歷年爆款，說沒有他，盛美根本走不到今天。我把7年原始企劃、測試記錄和郵件全部投上熒幕，每個時間點都寫着真正做事的人。高志成站在那些名字前，再也說不出話，只能被保全帶離會議室。我沒有摧毀盛美，而是接下近2億元債務、退貨和欠款，讓還能工作的部分繼續活。控制權終於回到做事與承擔的人手中，舊公司的新規則也從這張投票表開始。重整完成後，盛美改名若森生活，原有門市陸續轉成體驗、維修與交換中心。唐小米建立公開測試制度，任何主播都要實際使用，也能直接說出商品缺點。周凱文加入安全委員會，平台推薦不再只看銷量，還要看退貨率和售後記錄。歷年被刪名的企劃逐一補回署名與獎金，一名離職女企劃看見名字時當場紅了眼。高志成因偷圖、偽造檔案和假負評遭起訴，許安琪也因財務造假與供應操縱受查。10萬套舊櫃被拆解加上轉接件，即使沒有利潤，也讓原顧客能接入新系統。真正寒流到來後，我們只用安全庫存測試暖風機，商品終於成為冬季銷售第一。陳柏森的工廠擴到180人，供應商以股東身份參與產品和交付決策。自在生活推出第100種模組時，我仍會看見金色指數，卻不再先挑最高分。新人拿來一個34分的兒童收納箱，我先問他到底替誰解決什麼問題。他說完使用場景，重新改出圓角、分隔和低位把手，數字慢慢升到89。我把企劃書推回他面前，請他先寫上自己的姓名。新的規則從那一筆正式運轉。